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你们会完成一种怎样的成长啊？你们会有怎样的进阶啊？会有怎样的升级啊？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更好的自己？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一张权杖5啊，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这种升级和进阶呢，就是你们不会再去逆来顺受，你们可能已经逐渐的学会了去拒绝，学会反抗，对抗那些偏见和不公，还有就是各种意义上对于你们人格或者说对于你们人际边界的一种侵犯啊，你们会选择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去回击，你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说凡事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你们之前可能总是会被道德绑架，被逼着做一些事情，所以说这种升级和改变就是你们会变得更加以自己的感受作为评判标准。所以说其实这张牌呢，在别人眼中你们这样做可能会变得不可理喻，会变得有一点倔强任性啊，但是这是你们完完全全为了自己而活啊，情绪对你们而言是很重要的谋生手段，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生气的东西就生气，悲伤的事情就悲伤，至少你们可以让自己任性的活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啊。你们变得更好，不是说变成别人眼中更好的自己，而是变成在你们自己眼中更好的自己啊，更自我，更特立独行，更加为了自己的感受而活。那么这张宝剑10呢，你们经历了很多，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啊，每一个人物的出现和消失都有意义，你们会慢慢的变得不必过分执着于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及消失啊，有的东西我们会短暂拥有然后失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慢慢的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成长的代价就是经历得失啊，先得到再失去啊，再得到再失去，直到你们变得宠辱不惊啊，所有的经历都是滋养你们成长的养料。你们就像是一棵树一样啊，你们经历的越多，你们的根往下扎的就越深，你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枝繁叶茂啊。你们经历的越多，理解的越多，你们就能够包容的越多，然后你们自身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第3张牌的魔术师啊，就是你们的这种升级和进阶的版本呢，你们会变得更加的坚定啊，更加的自我，会坚定的往前走啊。这种坚定的力量呢，它并不锋利，但是踏下的每一步都清晰可见。这种坚定来自于你们对自己的笃定啊，来自于你们对自己的肯定，来自于你们的勇气啊，没有谁能够阻止你们，你们会在接下来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去实现它，坚定的认同自己啊，大大的肯定自己啊。所以说这张权杖2呢，在你们确定了一个目标之后啊，你们会高调做人，但是低调做事。这张权杖2有一种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默默的努力的感觉。你们不会因为这种孤独而伤感啊，也不会因为别人不理解你们就会困惑和不解，因为你们知道你们选择的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不被理解的。还有就是你们自己，你们还有自己啊，你们自己是理解自己的，你们知道这条路是遵从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指引啊，这就足够的，去全力以赴的做好你们手上的每一件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已经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你们会变得沉稳笃定啊，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去做，但是不会声张，也不会好为人师，滔滔不绝。耐心一点啊，把你们的地基打好，接下来你们所渴望的那些东西都会一点点的向你们涌来啊。这张宝剑骑士啊，它给我的一种感觉啊，就宝剑它本身就是干净又有力量，通透又保持着一份纯真和理想啊，不用怀疑啊，这就是更好版本的你们的这种自我啊，坚定的往前走，因为你们已经很接近那个阶段性的终点了。你们的优势呢，因为宝剑呢，它带来的是一种思维非常的缜密啊，做事很周全，有前瞻性，能看到事物的整体的动向。那这个时候呢，宝剑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会变得过于理性啊。这个时候呢，当你们意识到这点以后，可以让自己稍微的有温度一点。宝剑的这种能量呢，当你们过于理性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们与很多美好都擦肩而过。圣杯3这张牌啊，你们要走入到人群当中去，
这种走入到人群当中呢，并不是要去寻求他们的理解和共鸣，而是说在和不同的人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你们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你们会得到新的启发啊，关于你们的人生啊，关于你们人生的意义、使命。那么这张星币4呢，就是说你们可能在接下来会告别一个恶劣的环境啊，就如同是彻底的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切割和了断啊。这张星币4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某个灾难当中幸存下来了，会经历，就是说会有一些创伤啊，这种创伤可能和人际关系或者说某件事情的这种结果有关，但是呢，你们已经从这种火海当中解脱出来了。新的开始已经显化，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大踏步的往前走去迎接和拥抱一个更高版本的自己啊！因为你们已经开始，就是你们已经浴火重生了，你们已经变得更强大了。这张星币3就是说，接下来你们迎接到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更高版本的自己啊，就是投入的、沉浸式的去磨练某个技能。这个技能它一直是你们的一个劣势，比如说沟通，比如说某个专业技能啊。然后你们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有大把的时间啊，去把你们的这种劣势转化为你们的优势，然后迎头赶上。就是说，在变成更好、更高版本的自我之后呢，你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那些明显的短板啊，之前制约你们的那么1到2个短板啊，你们在接下来会把那个短板补齐。当你们没有明显短板的时候呢，你们会去承担，或者说迎接到一些你们之前所不敢想象的挑战啊，去攻克一个难题，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这张牌呢 Saturn Return 土星回归啊，它也是你们，就是说它预示着你们正在慢慢的变得成熟且优雅，变得宠辱不惊啊，接纳所发生的一切啊，允许一切事情发生。这种优雅和沉稳也来自于你们熬过了一个特别艰难的低谷和这个阶段之后啊，你们会变得沉默寡言，你们可能不会轻易的去表达自己的那些苦难啊，反而变得更加的稳重，这会让你们身边人都能够感受到你们的这种成长。第2张牌呢是 Fire Element 火元素啊，你们可能会把内心当中的那种渴望隐藏起来，然后变成你们不断前进啊、成长的养料啊。你们不会大张旗鼓的去说，反而是把手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努力做好。你们会发现，你们对于成功的满足感其实并不是来自于那个实现目标本身，而是在努力奋斗的过程当中啊，想要长久的快乐下去，就需要始终保持期待，始终在路上，始终努力啊。那么第3张牌呢，就是 Water Element Sensing 啊，它是一种感知能力，就是你们可能会刻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就像这个隐士一样。然后呢，这种孤独啊，会赋予你们最为纯净的感知力，最孤独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自己。所以说，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意识的去增加自己独处的时间，看到最真实的自己，才能够感受到内在的这种自我啊，这种情绪的变化会对你们造成怎样的影响。你们升级进阶的版本的这种自我呢，不仅仅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情绪变化，更好的管理自己，也能够觉察到你们身边人的这种情绪变化，能够让你们更好的判断你们在人群当中，或者说在团队当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那么第4张牌呢 Venus Love， 就是说你们在更好的这个自我的版本当中啊，毫无疑问啊，你们会更加明白什么是爱。就是说，你们在接下来会体验到某种非常微妙的幸福感穿过你们的全身，在那一刻，你们会感觉整个人突然的静止，你们的身上会被触发一种只有爱才能够带来的体会，可能是你们在某一个时刻啊，会突然的感受到你们一直是被爱所包围着的啊，身边一直有爱着你们的人在保护着你们，你们会感觉自己被那种美好的能量和感受所填充。你们会突然发现，原来这就是美好本身。你们会感觉自己被爱所包围啊，这个时候你们会获得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宁静。这个时候你们不会再感到平庸，不会再感到命运无常、年华易逝。这个时候你们就已经完成了一种自我版本的更新和迭代，你们已经在这个时刻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审判牌啊，
你们在进入到一个更高阶的版本的自我之前，可能会经历一场疾病啊。这个疾病呢，它更像是一种业力的释放，就是当你们克服了自己的健康问题之后啊，会有一个类似于自己身体内的某种能量，它被唤醒了，有一种重生的感觉。那第2张牌呢，星币王后，在你们成为更高阶的、更好的这种自我之前呢，一定是你们有着足够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啊，有更多的可支配的收入，更多的积蓄和储蓄。这种收入和积蓄呢，是为了保证你们的尊严，就是说，不是你们在工作上面，不是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说你们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来变成更好的自己，那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去按照你们的方向去提升你们自己，也就是说你们拥有调度和掌控自我的权利啊，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能够拥有一个扎实的经济基础作为保证。所以说进入到一个更高阶更好版本的自我，一定就是首先要完成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啊。可能说你们之前在谈到这个金钱这个课题上面的时候，有一点忌讳啊，好像羞于谈钱。但是呢，你们变得更好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们敢于去讨论金钱，敢于去追逐金钱，你们毫不避讳的，甚至是更善于去利用这种金钱的能量，达到你们的目的啊，来拥有更好的生活。第3张牌呢，星币3，可能说你们会发现，在接下来逐渐的会有一些人来向你们寻求帮助，你们会变成一个老师，把你们自身的经验、人生的阅历分享出去。当别人来向你们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更高阶的、更好的版本的自己。那这张宝剑王后呢，就是说你们有着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啊、自主意识啊，走出去，离开之前所保护你们的一个环境啊。这个时候你们可能会失去这种保护，但是呢，作为回报，你们会拥有更多的自由和主导自己人生的权利。你们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啊，去做那些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相信自己想要去相信的人。你们的这种能量很高啊，这种领导力，这种组织能力，号召力，它会逐渐的开始显现出来。你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决策者、规则的制定者等等等等。它意味的是，你们不仅仅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你们也可以主导别人命运的走向。你们会成为自己命运的剧本当中的那个导演，你们不必被谁所推着走，你们会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么这张星币7呢，这张宝剑7呢，就是说你们会悄悄的、默默的努力啊。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正在默默的告别过去的那个自己啊，可能你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啊，你们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们的心态呢，可能变得更平和了，开始接纳一切的不完美，接纳一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接纳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那些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然后呢，你们会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啊。所以说这张圣杯国王呢，就是你们在控制自己情绪波动的这个课题上面会取得一个明显的进步啊。之前呢，你们情绪化严重，很容易摆烂，很容易没有信心，容易冲动，做出一些鲁莽的决定啊。在接下来你们会完成一种蜕变，就是你们不会被波动的情绪所影响和左右你们的判断力，而是你们会去努力的解决问题。你们也要切记啊，你们要时刻保持对自己的一种真诚和清醒啊，不对自己撒谎，冷静反思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让情绪为你们所用，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这张太阳牌呢，就是说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喷薄而出的阶段啊，有一点像是那种大力出奇迹啊。很多事情你们只要把自己所有的资源、时间和精力全部都注入进去啊，你们其实很快就能够把那个问题解决掉。之前呢，你们可能没有像牌面当中的这样把所有的这样的一种资源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一个问题上面，就是总是走走停停，3天打鱼2天晒网。那么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们，集中精力办大事，把那个最重要的最难的那个课题优先解决掉。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已经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以说你们在接下来啊会集中自己的所有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资源去彻底的解决一个之前反反复复发生的感觉到很棘手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你们会有一种畅快感，就是那种阻塞的能量会被打通。然后呢，就是这张世界牌，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更大的更好的世界当中，会遇到一些新的人，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改变啊。之前你们默默的付出和积累，磨练自己的核心技能啊，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当你们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之后，你们会有一个资源的整合和对接的阶段，你们要尝试着和他人合作，把你们拥有的分享出来啊，可能会组成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当中，你们是一个你们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位置啊，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啊，有一种并肩作战的感觉。你们不会孤军奋战，而是说进入到更大的世界之后，会建立一个组织和团体，你们会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定位、使命、方向、意义，还有归属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2张灵魂神谕卡呢，是你们灵魂的一个课题吧，都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样的一种自我的进阶。第一张牌就是 Courage 勇气，成为一个更高版本的自我，你们一定要具有这种勇气啊，因为人生它本来就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啊，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们权衡利弊以后才做的决定，而是说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给你们的指引啊，然后你们其实就是一股脑的冲过去，你们会发现你们完成了某种突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勇气的加持之下。但是如果你们深思熟虑之后啊，你们可能就丧失了那种踏出舒适圈的勇气和决绝。所以说这种勇气它非常的珍贵啊，拥有这种勇气，它就是你们成为更高阶版本自我的一种必备的特质，一定要去敢于尝试，敢于去做啊。其实比起做错，我们更害怕的是错过，因为明知道可以做而没有做，产生的那种悔恨啊，会给你们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所以说有的时候即使你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但是其实你们走的每一步路啊，它都是有意义的啊，你们依然努力过，你们依然是问心无愧的，没有什么可值得遗憾的。所以说去鼓起勇气做出那个选择，往前坚定的往前走就可以了。不要在乎你们做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走过的每一步路啊，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必经之路啊。第2张牌呢是 Trust， 它代表的是一种信任啊，这种信任就是你们要相信自己，你们想要完成，你们想要变成一个更高版本的自我呢，一定要克服一个课题，就是说你们总是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啊，总是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阻止自己啊，其实你们远远低估了自己的潜力，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优秀，你们需要的是自我关怀和自我鼓励啊，因为这种自我相信的力量，它就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你们相信的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而你们所相信的就是你们即将要体验到的。所以说第3张牌呢 Breadcrumbs of Bliss 啊，把你们的生活活得具体一点，去享受你们现在的每分每秒啊，你们所吃的每一口食物，走过的每一步路，呼吸的每一口新鲜空气，它都值得你们去感恩啊，这都是你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你们拥有的可能是别人所梦寐以求的，所以说在这种琐碎和具体的生活当中看到那些美好，你们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如此之多的美好和惬意啊，都藏在那些琐碎的角落里边。一旦你们接受了这些琐碎的现实啊，你们就能够更加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在日复一日的不断的重复的去练习去接纳的过程当中，你们就会感受到一种幸福啊，这种幸福是可以不断的被积累的，它来自于你们身边信任的人带给你们的这样的一种安全感，会让你们感觉到自己的身后是有靠山的，去多感受啊，在琐碎的生活当中的这种美好啊，这种美好能够给到你们力量，能够帮助你们在事业上面，反而能够帮助你们在事业上面去踏出舒适圈，完成一种新的突破。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而那些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啊，去全力以赴的完成你们手上的每一件小事，这样你们就能够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重新找回当下的秩序和节奏，重新把那个破碎的自我拼接起来，重新踏上正轨。你们要相信啊，在未来世界，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恶魔牌。即使你们现在被困在了某个地方，但是你们依然在努力的提升自己，因为你们的身后正在逐渐的长出翅膀。所以说，升级和进阶版的你们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带着镣铐跳舞，在重压之下去完成你们人生的一些课题。这个恶魔它代表的数字呢是15，也就是说你们会在这个月的15号、下个月的15号，或者说下下个月的15号，你们有一个机会能够解开你们的镣铐，就是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解脱的机会，能够让你们完成一种升级。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下定决心，不要沉溺在一个你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环境里边，在前方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等着你们。你们只有去到那里，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天赋。第二张牌呢是 Six of Cups 圣杯6啊，会有一种你们无法控制的想象力，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想法和构思啊，有一种灵感的涌现，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啊，不要认为你们在胡思乱想，你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啊，那个你们以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未来的自己啊，其实离你们并不遥远。那就是在未来你们完成了一种自我升级和迭代之后所变成的模样。那些被压抑的想法呢，会卷土重来，你们迟早会变成那个梦想当中的自己啊。它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耐心，需要你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啊，进行这种长期的自我建设。在你们真正变成你们所憧憬和渴望的那种人之前呢，你们可能会经历一次这种理想的幻灭啊，去认清生活的真面目啊。但是只有真正的强者啊，才会把那种幻灭感当成是一种真实世界的邀请函，去尝试着理解这个世界的内在的逻辑，通过个人的不懈的努力啊，去重新构建起自己内在的秩序。然后当你们再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呢，你们才会真正有意义的、有能力的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说这张权杖6啊，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谢幕啊。结束当下的这个阶段可能是一场表演或者说演讲，对着很多人汇报你们的工作成果。无论如何呢，在当下的这个阶段的完美的收尾，就意味的是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会迎来一个新的自己。你们会享受这个舞台，因为有很多人关注到你们，你们在这个舞台的中心会有一场完美的谢幕和演出，然后开启新的篇章。这张星币4呢，它就代表的是你们手上的这颗星币呢，其实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啊，它是一项技能，或者说你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打磨啊，把自己的某项能力，或者说你们所在领域的这个核心技能所带来的一种优势释放到了极致，并且呢，你们可以把这种技能迁移到别的领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是说进阶和升级版的你们呢，你们会通过一项能力啊，把你们的优势利用到极致，而且无论在任何领域、任何行业，可能说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就是说会换一个领域，或者说换一个方向发展，但是呢，你们依然能够快速的掌握核心的方法，然后迅速的成长。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的 Four 啊，愚人牌啊，它其实就是在阳光下行走。现在的你们，未来的你们会在阳光下行走啊，活在坦荡、不羞愧和真诚当中。你们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也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你们看见的都是真心，接受的都是爱，这就是更好的你们。那么这张牌呢 ，Ace of Pentacles 啊，星币1啊，你们把自己想象成是一棵树，不断的向下扎根，不断的汲取养分，然后逐渐的变得枝繁叶茂。你们的身上呢，延伸出了很多的枝干，又结出了丰盛的果实。这就是你们在未来一个特定的领域会有很大的成就啊，会取得令人惊叹的成果，会收获到大量的这种物质的财富啊。你们会成长为一个足以被信赖啊，被依靠的对象。你们既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也可以为自己遮风挡雨，因为你们足够强大。这种强大呢，又会生发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就是你们不仅仅一个人可以安静而丰盛啊，你们的存在也会为别人提供巨大的价值，或者说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这种作品啊，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你们是能够深深的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的。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呢，会让你们有十足的动力去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第7张牌呢 ，Eight of Swords 啊，
更好版本的自己呢，它给我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就是你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们知道自己是谁，将要去到哪里。就是说，现在的你们可能正处在一种混沌当中，但是在接下来变成更好的自己，就意味的是你们会从混沌当中走出来，然后把这种混沌汇聚成一种通融和秩序来为你们服务。有些事情不要着急啊，当你们信念很深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得很浅。只要你们把手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认认真真做好，你们所热烈期待的那一切就会一点点的来到你们的身边。学会让自己多一点耐心啊，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向内寻求秩序啊，多倾听自己内心当中的声音，学会和你们的高我连接啊，这个时候你们自然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你们自然也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张太阳牌呢，它象征的是一种热烈的心在炙热的跳动着，就像太阳一样，你们依然有一颗温暖的内核，只不过你们现在可能把它隐藏起来了，因为你们害怕受到伤害。那么接下来你们可能要再一次的去打开自己的心，即使你们现在身边萦绕着一种莫名的痛苦和空虚感啊，但是你们的心依然是炙热的，你们想要去热烈的过完这一生啊，你们的这样的一种热忱啊，对于生活的热忱会得到回应啊，会显化出一些机会来改变你们的生活，做好准备去迎接这种改变，拥抱这种波动，它会是你们成长的阶梯，对于你们成长的一种邀请。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让你们被迫的做出一些改变啊，不要认为这是对你们的一种惩罚，相反啊，它会是对你们成长的一种邀请，去主动的拥抱这种生活的变化和波动，然后呢，去摆脱他人的期待，活成你们最真实的模样。你们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展示自己。请记住啊，保持你们那颗炙热的灵魂和那颗跳动的心，你们一定会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的。那么我们抽到的这4张宇宙神谕卡呢，给你们的4个指引啊 ，Forge don't follow， 更好版本的自己呢，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人云亦云啊。你们的升级版呢，就是你们会逆流而上，去追随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啊。真正的成功只有一种，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第2张牌呢是 The Seas of Mintaka， 明塔卡的海洋，就是说你们在接下来会看到自己的潜力，你们会把潜意识下的那种意识的这种天赋和特质挖掘出来。你们现在看到的自己呢，其实只是真正自我的冰山一角啊。你们接下来会向内看，向内深度的收拾、安顿和整理自己的内心，看到你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这个时候你们会找到生活的意义，你们就不会想要回到从前，而是你们想要往前走。你们越是想要往前走，你们就越能够看到更好的风景，变成更好的自己，遇到更好的人，然后呢，你们的人生就会进入到一种正向的循环当中。第3张牌呢 The Courageous Peony 啊，充满勇气的牡丹花。你们会像这朵牡丹花一样啊，不断的盛开绽放，不断的燃烧自己。接下来你们的生活没有一天是浪费的，每一天你们都会让它拥有自己的意义啊，以一种美丽的姿态去绽放和盛开啊。你们的人生一定是充满着浪漫与美好的。而这张牌 Correct Open， 你们在未来呢会有一个顿悟的时刻啊，这种顿悟呢会让你们内在的一部分自我觉醒，然后呢这些点会连成线，线又连成面，在经过了大量的思考，经过了和自己的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啊，会凝结成一些具体的方法和策略，这就是你们智慧的结晶。这种具体的方法论和策略会帮助你们去破局，解决一些当下棘手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只要你们能够熬过那个最困难的阶段啊，只要你们能够找到那个发力的支点，你们就可以利用那个支点撬动大量的资源，然后帮助自己一飞冲天，完成这样的一种进阶。在未来的那个世界当中啊，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